家人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去讨论最新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来看看最新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大秀无人军备的现场，就在珠海航展。这个当中呢，各种各样的军备亮相，其中山猫全地形的车采用8×8的全时驱动，看看画面就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可以全越全地。各种的地形地貌都可以顺利的通行，强调这个各种的突击车要进行的时候没有地形地貌的限制。然后航山里头陆海空通都有啊，天上地上啊各种交印，包括了无真实无人战车智能化也通通包含在内。其中呢，无真实无真7是自己飞来的哦，不用驾驶员，像遥控车一样飞到了航展的现场，自主控制能力达到高水平。还有人说无人战车啊，长大概3-4米，全部都无人呢。反坦克导弹大型无人也是作战车，长度不到1米而已，配备机枪小型无人战车，无人的配备加速发展。那新一代的这个陆程作战啊，指控资讯系统被曝光，打造未来装甲旅。总之，无人装备从头到尾。就算没有人员操作，可以在战场上运作的话，那就更减少了对于人员伤亡可以做的控管咯。还有一个叫做 AI 机器狼，也很厉害。这画面看起来有点像科幻片。看到画面上这样在走，很像有没有？我们看很多科幻片未来的画面，这些所谓的 AI 战机器狼哦，它也分哦，有负责侦查的、探测的，还有射手是负责攻防的，那还有辅助可以自动跟随狼群或部士的部队，一次可以运载20公斤的物资跟弹药，就是5个这样战狼为一组，看起来好像可以运用的地方很多是不是？台湾也有类似这样子的状况呢？我们是不是也要更防备呢？当然啦，也有官员在讲啦，我去报道这些内容啊，像小县长去啊，就是在长他人志气啊，灭自己威风。可是不是应该也要知己知彼吗？这是现在已经商业化的模式，在航展上面可以买啊。那如果台湾连这个公开的商展的内容都不愿意被谈的话，那不是只是假装不知道而已吗？你看看，光是这个叫做珠海航展变成中东双11啊，他买生活用品已经不够看了，在这里是买什么？买飞机啊，买武器啊，买坦克啊，总共航空工业集团签了280架的订单买飞机啊，那各种人民币加起来600亿元的销售营业额、签约额，有1000余家的企业参展了，参展的数字几乎是一直在倍增当中。那沙烏地阿拉伯皇家空军一掷千金，更是直接大量买军事武器，还签署了合作协议，涉及到70亿人民币，成为全场第一个 No.1。可是其实有意思的是，中东沙烏地阿拉伯，它跟珠海展区租了2万坪那么大的这个展场地，就大家去看为什么空的，没有任何东西摆在里面呢？结果原来大家想哦，原来搞懂了哦，这个有什么展厅不重要，重要是你有什么，所以呢叫做空手而来，空仓而来，准备满载而归。最大的买家刚好就是沙烏地阿拉伯。那还有啊，看看美军 A10撤出南韩的消息。刚刚前一题我们在讨论保护费，如果我们有保护费可以买到什么？如果真的可以保护的话，那人家美国在日本跟韩国的驻军，他们也在担心接下来会不会有更高的费用呢？结果美军现在先在拜登最后的任期宣布要撤出 A10了，即将把 F35、F16进驻，要加强威慑北韩。另外还有在日本驻美的军司令部准备要搬到东京都心吗？横田可能不够繁华热闹，还要更往中间走。驻日美军表示，现在正处于决定具体迁入地点的初期阶段，也就是说要往更核心的地带去前进吗？那还有美军是不是在川普上任2.0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性别的议题更大的在被关注呢？因为现在新任的即将的国防部长是 Fox 的主持人啊，那过去曾经出过一本书，是叫做《勇士之战》。他认为这个书里面讲，美军不应该让女性担任战斗角色，会影响美军的效力还有杀伤力。所以到时候女性不管现在已经有官阶的、没有官阶的这几个军事的将领或者是一般的女兵都会受到影响吗？居然把它汰除吗？汰除的还不只是性别议题之外，因为五角大厦嘛，准备要全部清洗，包括总预算啊，是不是由马斯克要进行的所谓大裁员之外，军方也是哦。军方有一个川普的过渡团队拟一个清单，叫做
即将被解雇的军官名单，那把这些人集中在一起，组成一个3星、4星将里面的勇士委员会啊，干嘛？要去把它挑出来，不具领导特质现任哦。还有哪些军官里面这个根本就是不符合这个位置的人哦？要把他们直接建议汰除，有可能川普就把他们 you are fired 又把他开除了。这就是美国的现况，而中国大陆美中他们的对抗里头，互相在展现的这个实力是什么？而台湾又是什么呢？亮哥，这个珠海航展是国际航展啊，事实上去参加的国家非常的多，包括美国在内啊，法国也有去啊，所以展现的各种军品，因为这个有商售的性质嘛，所以大家当然要秀肌肉啊，那这个主场在中国，沙特阿拉伯那些大买家也来了，所以当然很多人就会去谈嘛。我认为我们小舰长啊，吕律师啊，不是因为他的对军品的评论，大家对他有诟病啊，而是因为他的中国民族主义啦。坦白讲，这个就是统独之争嘛，扯那么多干嘛？我们也常常在讲中国有哪些军品出现啊，那值得这个台湾注意，美国也很注意啊。坦白讲，这个蔡英文不是说不要因为你的认同道歉？那台湾有统派有独派，那这个小舰长可能因为他读了书嘛，还有他的家庭背景啊，他这个中国百年积弱，他很有感，所以就有感而发啊。那大陆当然把它当作新闻啊，这是事实啊。可是我觉得就是这样而已啦。因为你的认同要砍你的退休俸。我不认那个不行啦，因为既有的法律是到将官呐，是将级以上啦那你这个等于是说，退休的军官呐，你们都不要乱讲话，有这个味道嘛？那退休的军官凭良心来分析中国大陆目前的军备状况，你到美国也是一大堆啦。其他国家也都在看啊。我跟你讲，美国也有很多军事专家在评估，说中国的歼20啊，美国要注意啊之类的，也有在比啊 F-35搞得过它吗？因为美国 F-22没有成功嘛。我跟你讲，如果说连这种军事技术的讨论，你都要看不到、听不到，不能说。那他们都是退役的军人，当然他们比较专业嘛，所以人家讲自己的专业有什么不对？我觉得民进党跟1450在火大是因为看到他是统派啦，所以坦白讲就是因为政治立场嘛，不然苏紫云有没有讲过？大陆哪一个军备需要注意？坦白讲，那个国防研究院那个刊物，我是每一期都阅读的。他也会去讲说，中国大陆，这个远程火箭弹要注意啊。是啊，你怎么不去说他呢？因为他没有表达统独立场嘛。所以我认为真正的症结是在这里了啊。所以我是认为这个议题也不用无限扩大了。你如果要用国安罪，那就具体去查嘛。是不是有收老共的钱啊？有没有参加组织啊？有没有发展组织啊？不然不要无限上纲了。说实在的，不然我们台湾啊，大概讨论两岸的军力发展的言论自由都快没了，就会变成这样了啊。那我倒是觉得啊，川普用人啊，我认为他首先真的是在整顿内部了。我跟你讲，事实上不止这个国防部长了，这个国防部长摆明的就是要对这个偏左翼的那个 Work General 啊，要整肃他们嘛，就性别认同了啦，一大堆了啊。然后还有那个配合马斯克嘛，说军队是不是乱花钱嘛？马斯克说6兆，起码可以省2兆。那国防预算就8500亿啊，你起码要砍掉1000亿啊。所以我认为川普用人，你可以发现他都故意用体制外的，那用比较凶的啊，那就是完全川普可以掌握的。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司法部部长，那个司法部部长也是恐怖人物啊，他在众议院直接把麦卡锡干掉，然后他自己还有这个牵涉毒品案，有一些个人的问题啦啊。派他当司法部长，这个最夸张。你这个人有瑕疵，你就会更忠诚于我，
就是这样嘛。这个就是帝王术啦。还有我们在讲那个国土安全部那个部长，那个州长，南达科他州的州长，还公开承认他杀过狗然后还说拜登那条牧羊犬也该被杀。结果他现在当国土安全部，他要干嘛？他要驱逐非法移民啊，边境都是找狠角色啊。所以我认为他真的是以整顿内政，至少第1年，这个是优先的啦，大概是这样。狠角色吗？还是很集中某一种特色哈？就自己人之外，忠诚之外，然后就是要杀，然后立场很鲜明，不管是移民或抗中。这些人到底到最后能不能达成这个川普的任务目标？我们是高度怀疑啊。那一旦能力上达成不了，那一定会被川普 fire 掉啊。因为川普要的，例如说，他要他来整顿军队。列出一大堆名单，说这些将领都准备要下台鞠躬，会怎么样？有那么简单吗？美国的职业军人是从军官学校毕业，不管是陆军的西点军校、海军空军官校，还有这个 ROTC 这些毕业，然后从少尉开始干到现在升的中将、上将，他是吃素的，他不是吃素的，他是吃肉长大的，所以。他有法律保障，他有职务保障，他没有作奸犯科，没有违纪乱法，你还随便，你可以把他调离位置，但是你不能把他 fire 掉，你不能叫他回家退休养老去啊，他时间还没到，你就没办法。那问题就在于有那么厉害吗？还有就军队里面不会反弹吗？还有军队里面你一个40几岁的校官最多只当过校官，连五角大厦都没有去过的一个底层的军官，你就要能够镇得住这些将领，想得太美了，没那么简单的。台湾顾立雄也做不到然后情治单位那么好整顿顾立雄你也当过国安会秘书长为什么那么早就下台一鞠躬你根本挣不了嘛，连台湾你也挣不了了，你今天还美国你挣得了，就笑死人了。哎呀，我们在军队那么久了，我们怎么会不知道这些身经百战的、当了几十年的军人，要整你们这些文人不是那么难的事情所以不要自己把自己吹嘘那么大。管300万人。对啊，不要把自己吹嘘那么厉害了。这个真的是吹嘘太多了。好。一个航展办得成功或者不成功，最后你要看交易量大还是不大。那交易量越大，就代表这个航展办得越成功。因为你想想看，办航展要很多钱，大家来这边参展也要花很多钱，这些军品都不是便宜的他飞一趟都要花多少钱那来这边办，那当然大家就想办法卯足就是卯足他18般武艺，就是要吸引这些买家来跟我下订单嘛。而且大家都知道。军品的订单不同凡响，因为军品一般来讲用了30-40年、20-30年都有，更何况它后面的维修补给，那个利润是很可观的。还有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两国的之间的军事关系就会拉起来不过我最后讲一下，我觉得他们批评小舰长没有意思啦。如果要批评小舰长的话，那我个人认为他们应该先完全断绝《詹氏防卫杂志》因为《詹氏防卫杂志》有大大的肯定歼20大成功，没错，而且还说歼20比 F-22还要好，所以国防部的单位，所有的民进党的单位，包括国防研究院，先把詹氏防卫定掉禁绝不准他进口，说你为统战开路，我要今天要修理你，我们要批判你，所以我觉得先攻击詹氏防卫杂志，不同人讲效果不一样，甚至敢欺负自己人我原怎么看？其实这次珠海航空展所释放的讯息，国际上如果交易量那么高，当然也是他秀肌肉到了一定的程度研发的成果。我有3个角度给各位参考一下。第一个，我第一个看到我很感慨的地方是，我们最近才宣布我们要花多少钱向美国买东西，然后大陆是收多少钱回来给自己用。这个时候我们还要抗共，不晓得凭什么抗？付了钱还不一定会来呢。对，就是我们是付钱的然后他那边是收钱的。那时候我们要抗共，我不知道要看他个肚子那么大坑我看不懂看不懂。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呢看了呢大陆的这些军工厂呢，那他当然要搞台独，心里很难过因为太成功，所以一定要唱衰。现在有几个唱衰的逻辑，我只讲其中一个，没有用了。苏联当时，你看军工也多强，最后不是垮了。别忘了，让我用一个简单的观念回应你，那就是
中国大陆的生产力第1名，然后从第2名到第10名的总和没有超过它，这是一个。第二个，美国的军费是第1名，那从第2名到第9名的军费合起来也没有超过美国。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是中国大陆的军工产业相当程度是建立在民间成功的基础上，而且是强大自己本身成就的民生的产业链得进来援助。所以从这我就要讲到这个无人机，我们现在也有无人机国家队。我现在告诉你，无人战舰、无人机、无人机器等等，这点不是在那个做出来的无人飞机，也不是做出来的无人船，而是在于操控、运用、操控，而且操控还要是团体操控，你就一艘船出去是没用的，一架飞机没有。所以我就想到了几个事，让各位了解一下。第一个让我最震惊的是，龙年刚开始的时候，大陆呢为了庆祝龙年，用了几千架直升机的设计了一条3D 的彩色的龙在天中飞翔。你说那是要多大的控制力？不精彩。第二个就是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巴黎的烟火，因为烟火是有碳排放的问题嘛，因此相当大的部分用无人机像烟火一样在表演，因为表演还可以再回用一次嘛。这个告诉你什么？告诉他不只是会做，而且他能够同时操控几千架的在天上的使用。这个操控力是很可怕的，也就是说，我能够民用操控几千架，那有一天几千架操控的武器用的无人机到台湾的上空怎么办呢？不费一兵一卒。你了解吧？第三个更可怕的是，已经创造了金氏世界纪录，就是在今年的这个在那个深圳，是近2万架。那个他已经做出来是立体的。今天这个紫禁城，等一下出现的是一个什么场景？全部在天空，那用什么？当然是要操控嘛。所以在大陆的无人机的部分，不是他会做的有多好，而是他在整个的操控能力上已经达到了你匪夷所思的地步。这一个才是我们要去勇敢去面对的。买再多的无人机，假如我不能操控怎么办？可是当你想到它可以操控数以万计的直升机的无人机在天空做表演的时候，再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想象？值得各位警惕，不会出征我吧？我这样说。我只能说，这个军备竞赛怎么能比得上？到底要比到什么时候？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即将重回白宫，很多的人事任命呢，现在都成为媒体焦点，大家都觉得哇，掉了下巴，想用谁就用谁，高兴就好的概念。例如马斯克现在已经确定已经被宣布要成为一个帮忙做砍就是全面的要对于内部的人员任用做检验。那哪些要砍呢？预算要砍多少人？砍多少的部门？其中马斯克的角色被说很重要嘛。我们看到他这个当选以后，几乎每天都待在川普的庄园里马阿拉戈庄园。那甚至在这个庄园的这个聚餐里头，有一个餐会里面，川普进来之后隔了30分钟，比他晚的人是马斯克，然后走进餐厅之后，大家看到说，居然跟他一样获得了全场起立的掌声的待遇，感觉俨然跟川普是同个看展的。两位大家都知道，他们的风格都是属于狂人级的，两位狂人在竞选的时候搭档合作嘛，可是现在选上了。还有办法狂人对狂人的性格合作下去吗？像很多的内部幕僚已经开始放话说，这叫僭越，不满。他自以为自己是联合总统吗？这个是幕僚放出来 NBC 的报道说，马斯克常住在海湖庄园，喧宾夺主。那么甚至呢，某些川普核心圈人士还说僭越什么呢？例如有些人事，所有的人事任命几乎都是他指手画脚。那还有呢，过去川普的性格呢，是要旁边的人都要保持低调的，这是他的特色啊。结果现在有没有搞错？现在这么高调的马斯克，有没有可能他这么激进的参与，长远来看有损他的地位呢？还有重点，谁欠谁呢？如果他让川普觉得有所亏欠，问题是谁欠谁啊？这川普根本自认为谁都不欠所以接下来《卫报》宣布
英国的媒体宣布要退出 X 平台，就是马斯克这次帮助川普胜选的重要的一个社群平台。结果呢，理由是因为充满了阴谋论跟种族主义，好吧，他们的社群啊，这个粉专啊，不用再死。结果马斯克还发文回应，没差啦，没差啦哈，甚至还直接指控他叫做卑劣的宣传机器。对于英国的媒体都这样痛批，还有管到国外去吗？他甚至对于意大利这里，马斯克呼吁要撤换阻碍反移民的法官，让意大利总统都讲话了。他说，任何外国人士，包括未来可能在盟国政府中担任重要职位的人士，都要尊重。意大利有主权的，怎么可以随便干涉我们的人事啊？难道他是地下国务卿吗？纽约时报报道，居然马斯克是要求见伊朗的驻联合国大使。这个见面，这个据说时间主动邀约是马斯克来的，但是地点由对方决定。伊朗怎么说？伊朗官员表示，马斯克跟伊拉瓦尼在纽约一个秘密的地点见面，然后谈了1个多小时。他们认为如何缓解伊朗跟美国的紧张关系是关键。那当然回应是说，目前感受是正面的。那问题是现在这个事情这样的见面，是他代表了谁呢？还有他代表了哪些的决定性的关键因素呢？目前在川普团队都不做回应了哈，但预计在福斯频道的报道是认为，川普马上就会派乌克兰和平特使前往俄乌这里进行和谈。这个人是谁？莫非像这样主动参与国际事件的会是马斯克吗？美国之音报道的内容说，大陆寄望马斯克成为下一个季辛吉吗？可以发挥跟中国政府的关系的影响力。那有没有可能促进美中关系的发展呢？而川普派相对看起来都是鹰派的，而且是极鹰派的抗中的几个首长出炉之后组成的新内阁，外媒认为，《华尔街日报》报道的认为，中国大陆正在加强拉拢美国的欧亚盟友跟美国商界领袖。当然主要目标像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就是要避免过度强硬而没有回头路，直接强硬的对抗。美国经济呢？马斯克计划就是在川普任命，就是觉得你这个政府组织太庞杂，花太多钱是没有必要的，所以直接准备大砍1/3美国政府的支出，还有公务员要减薪教育部整个部会可能会消失所以任命为效率部部长，希望他每年要减2兆的预算美元的这个开支，有没有可能办到因为外媒算一算，拿来拨算盘，现在大部分预算拿来付的是什么？国债利息退休金健保，这是最大的支出，所以能够弹性运用的预算其实只有1.7兆美元呢。你要砍掉2亿，原本可以运用的预算就只有1.7兆那怎么2兆怎么算都算不出来，有难度。还有，如果这样各种政策包括因为债务再继续举债，或者是各种关税，可能美国的债务会因为川普政策的爆炸性扩增会更严重，这是国际金融协会的事情。所以目前美国国债已经将近36兆美元了。那这样的话 ，GDP 可能超过150个百分比，那个对经济的冲击跟影响也是很大。中国或大陆的现在做法是抛美债啦、贬人民币等等关键的矿物啦，迎接新的贸易战，做好准备了吗？对中国杀伤力最大的行动可能是抛售啦、国债这是先前相关的首长还拼命想向中国去游说的原因。但如今如果双方在川普任内会呈现一个怎么样完全对抗的局面，还很难说。亮哥光看到马斯克一副俨然是地下国务卿，甚至跟总统平起平坐的角色，这两位狂人磨合，不知道可以牵手多久。不要高估他他在政府又没有位置，所以怎么可能是季辛吉呢？这个就是叫做胡说八道啦。我跟你讲，马斯克他就是一个商人因为政府效率提升委员会那又不是常设的机构，那你的政策要怎么执行？比如说我随便讲，你说政府的那个预算6兆，你想要省2兆，你怎么做谁帮你执行比如说我讲国防部预算是8500亿嘛，那站在马斯克的角度，国防部大概要删掉1000亿怎么删？具体的策略是什么？我认为那个就是作秀而已了。那怎么执行呢？那没有办法，太认真，没有办法执行嘛。我跟你讲美国
历届的总统成立了总统的特别的委员会啊，大部分是什么性质的？比如说类似的机构，高尔也曾经是这样啊。气候变迁。克林顿就给高尔啊，那他做了什么？根本就做不出来啦！我跟你讲，你又不能够直接去介入预算，那有什么样的人力来供你差遣啊？所以我认为是非常有限呐。当然，他人啊会待在大陆，他妈妈也住在上海啊。那也许我觉得大概就是美国跟中国的桥梁啊。为什么？因为他可以直接见到川普，所以可能会带着川普的私人的讯息，或者直接可以把习近平的重要的讯息带给川普。我觉得主要功能是这个啦，其他不要那边乱做文章啦。我跟你讲，美国你没有在体制内要做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啦，所以我说那些文章都在那边写什么？我觉得那个就是这个叫做没有内幕，只好自己乱写了，就是还是真的有幕僚不满呢？那个是真的，因为他就在海湖山庄一直都不走嘛。现在比红的啊，谁能够影响川普的决策？这个不是比红啦，是比如说我在讨论谁要当司法部长，你凭什么坐在旁边啊？就比如说这一种嘛，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对外讲？我觉得是这个层级的啦，那我觉得他很快就会被体制排除在外了，很快啦，因为川普现在提名的人大部分都是狠角色了。其实中国大陆最聚焦的人是莱特海泽啦，商务部长啊，其他什么 Rubio 能做什么，我都非常怀疑啦。Rubio 你去炒王毅嘛，有什么用？莱特海泽那是玩真的啦。中国大陆现在就是要看莱特海泽你这个一出手到底那个关税要拉到多少。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到现在财政部的那个刺激规模对消费的部分不愿意宣布嘛，就在等他出手啊。我觉得川普里面，那还有另外一个是财政部长啦，那个贝森特即将被任命嘛，那个也是一个狠角色啦。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聚焦的应该是商务部跟财政部了，那其他川普大部分都是对内的啦。那老师怎么看呢？我觉得宫斗剧开始上演了已经开演了啊，因为永远会有眼红的嘛。因为马斯克对于川普在选举期间确实很重要，那给他不少钱，也给他很多支持，也把他的整个平台都投进去了，所以马斯克事实上是担的这个政治风险的，因为万一川普没选上，那他可能以后就比较麻烦，所以马斯克事实上是担风险。我想川普也看在眼内，然后如果说以比身价来讲，那马斯克的身价是川普比不上的，望之兴叹。川普自己也知道他的任期也不过就4年嘛，你再伟大的总统也不过是4年，而4年以后，这个马斯克还是比他有钱很多啊。所以对于川普来说，对于一个这么有钱的人，他当然很喜欢就是跟他贴紧一点。所以到底是马斯克贴川普还是川普贴马斯克？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是旁边的这些政治幕僚自己本身就是嫉妒了，因为这些政治幕僚其实就是靠着川普给他位置来吃饭的。但是马斯克并不是靠着川普给他位置来吃饭，马斯克反而还给川普钱来去吃饭的，这是不太一样。但是宫斗剧就是来自于就是他们看到说，怎么重要的会议，马斯克都坐旁边。这个报道内容是说，连人事的名单他都要指手画脚。他都坐旁边。那请问一下，他为什么可以进去？那就是川普把他带进去嘛。家庭聚会带进去，参会带进去，然后跟国家元首接电话的时候把他带进去，然后开这个人事会议的时候把他带进去，开中央会议把他带进去，甚至连伊朗驻联合国的大使，马斯克为什么可以跟他讲话？如果不是这个川普授权，就是说你去跟我谈谈。那怎么会谈？而且谈出一个结果还不错。那这个部分里面，对于川普来讲的话，要还没有上任之前开始在做运作谈到就是说美国跟伊朗之间有没有和解的可能性？你可不可以的核武不要发展？所以伊朗总统就宣布了，他们绝对没有要发展核武。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事实上都在这个中间。但是他们的蜜月期会多久？那我想马斯克也不是一个脑袋不清楚人，一个这么成功的人基本上来讲也会看清局势了。就是说，你的一旦都
上了，你也当了总统了，也上任了，你的底下的那个人马都就位了。那坦白说，你说叫马斯克做什么位置？更何况预算部啊，这个不是体制内的，这体制外的，他只能提供建议。提供建议呢，那你这个联邦预算局要怎么编预算？那最后还是，而且组织的裁剪、采购、整并、人员的输出，那问题多得很啊。所以我个人认为，也不要想太多，马斯克能做多少事？哎呀，想太多了。效率部长，除非你身为层级在组织里，谁来监督那个效率部？但问题是他不是嘛，他就不是一个。还要再成立一个单位来监督效率部，不用被询就算今天马斯克是美国总统，每年要删减2亿预算，2兆预算，也是。所以我告诉你，不久会告诉你，我是4年2兆，谁跟你讲1年2兆？哦，你是不是4年2兆也是很多啦。不，你不是4年2兆，1年5兆，是不是？15000也很多。对，就最后可能是这样，或者我今天我就开始动，可能一动个1000亿、2000亿的几个例子，告诉你我做了。我先扩编预算再砍。我做了，我做了。这个呢，这个在可是我以前 S 也是这样砍人的啊。对啊，不是政治操作本来就是如此嘛，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接了赖教授的话，没有错。所有在川普身边的人是要靠川普吃饭，因为只有他才能给你位置嘛，才能给你权力，才能给你影响力。那只有马斯克不用靠川普吃饭，他自己那碗饭呢还蛮好吃的，因为是世界第1碗。光川普当选就赚翻了。这个讲起来，这个是有不一样。但是呢，类似这样的消息，我可以跟你保证，真真假假以后是满天飞。第一个有眼红的满天飞，有要见缝插针的满天飞，有要制造假信息的满天飞，因为这一个太可以制造各种不同的信息，而且很容易就创造出来。所以以后面对这些信息就是真真假假，但是也有一点不可忘记，权力是不可分享的。总统的这功高震主的故事啊，那多得很。雍正的地位是雍正的王朝能够稳定下来，是大家都知道是年羹尧嘛。年羹尧的功高震主，最后的下场，别忘了白道跟黑道啊，黑道很多大哥讲你是我把你扶上去的，但不要忘了白道说我可以让你回家，这就是白道跟黑道不一样的，因为他手上拥有体制上的权利，他说了算，这个是一个权力的一个本质，所以。马斯克现在当然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且全世界也发现马斯克这个角色是好角色。怎么讲？因为以前谁相信谁代表得了川普，就是代表得了谁能说服得了川普，包括以前他的女儿，包括以前他的女婿，可能代表得了，但是是不是有那样的能量？那比如说像这个谁去见伊朗这个事，我认为。绝对不是川普主动要他去的哦，那自己跑去的啊？不是，这个政治权力运作，我可以把那个模拟场景告诉你。马斯克就刚才讲，你伊朗的问题要解决啊，这个解决的，先了解人家的看法嘛，然后是不是？那我建议应该是这样子，然后呢，川普说好，你去试试看，场景是这种场景会出现在很多地方。因为他对他是有影响力，他也对他能言听计从，然后他也有执行力，所以会是这样子。所以到底是有没有派他去？你说有吗？有啊，有没有？你说有吗？好像也没有。谈崩了就不承认授权嘛？没有。这个基本上是他自己请来的任务。这个政治操作上，只要你在这种政治操作上有经验的话。很容易把那个画面都想象出来。那伊朗玩假的不是真的，我一直说那伊朗该这个如何自处啦哦。那因为也看外媒也有报道啊，有说马斯克准备要把川普带上火星，在他任内，什么报道都有。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当选之后，整个世界的变局哇，现在大家都还在因应，不知道如何整合，还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APEC 举行了。其中呢，习近平中共国家主席直接在 APEC 期间先到秘鲁去看到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现在看看这个下飞机的画面，
欢迎阵容非常的这个完整，表示高规格啦，包括了总统啦，那以及行政长官啦、驻秘鲁的大使等等，都到机场去迎接。那秘鲁的这个欢迎仪式呢，被说是非常的高规格，当然跟前凯港互相合作、跟贸易密切的关系绝对息息相关。再看到欢迎习近平到访啊，车队在骑兵队的引导之下，还到秘鲁总统府广场举行欢迎仪式，这很像在我们国庆阅兵吧？这个庞大的阵容厉害了，就是真的是非常热烈的欢迎的概念哦。这么热烈的欢迎，还要在沿街挥手哦，这个代表什么？那个年均成长14.6%，这是最大的经济大饼。中国大陆跟秘鲁的经贸合作被说持续强化，光是最新发布的数据哦，这个平均2026到2023已经。今年前10个月都已经高达了成长率14.6%。那么光算一算，中国对秘鲁进出口的人民币数字是多少？2546.9亿人民币，年增16.8%。那尤其前凯港开港更是对国际界很关注之外，这个港能够代表什么意义呢？习近平直接喊，未来呢也要是中秘共达“一带一路”的另一个成功的计划哈。这个前海港可以打造中拉陆海新通道，一个新的运输大道，同时也连通印加古道，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时间光缩短，可以造成的经济效益非常的惊人。那么跟秘鲁总统视讯为前海港开港的时候呢，还特别交通部长特别说，我的目标要成为拉丁美洲的新加坡。当巴西、委内瑞拉这些国家呢想要去亚洲的时候，会把秘鲁视为出发港，货物也更是如此。尤其是秘鲁前凯港啊，是上南美洲第一个智慧港哦。当美国的港口还在吵啊，不可以让 AI， 不可以让这个机器取代的时候，在这个前凯港已经是一个智慧港。那第一期工程就把秘鲁到中国的海运时间直接缩短到23天，可能本来30几天啊，这个1个月的时间，直接缩短到23天，节省20个百分比以上的物流成本，每年带来的收入是45亿美元，创造8000多个直接就业啊！预计吸引的投资一定很惊人的啦。秘鲁专家就说，前凯港会带动拉丁美洲的基建热潮。那当然啦，这个 APEC 上面的见面也是拜登的最后一次国际场合的亮相了。先前是讲啊，拜习通不通话啦，我们讨论了好久，到底有没有见面啊？可是见面的时候，现在场景已经不如当年啦哦，只见新人笑吗？不知道，但拜习会已经预定16号要登场。苏利文说，这个将是拜登就职以来两国领导人的第3次面对面会晤，也是他们作为领袖的最后一次啊！哈，这最后一舞，中国籍的秘鲁 APEC 抢进美国后院，这个形容词是为什么这样说呢？所以美联社记者说的哦，习近平的首要任务要启动一座耗资13亿美元的大型港口，拉丁美洲的重新定位最明显标志指的当然是前凯港啦。那在这场秘鲁行里面，选择在11月14号开幕前夕，APEC 前来做这件事情，但我们也有个代表林信义，可是，在当中可以有扮演的角色呢。像美中两个人，拜登、习近平还要见面的时候，这样的见面还能够有什么意义啊？这个是最后一舞，但是他的政策明显的跟川普完全不一样，也说话不算话的，没有办法上话的时候，那这个所谓被形容媒体跛脚鸭，那飞到南美洲去，叫做国际告别秀。耕耘50多年的外交的领域，突然就要交出去了，所以才会有 CIS 的副主任莫菲说，这个啊也不算拜登告别作了，但确定会是跛鸭秀了。他不仅成了跛鸭，而且是超级跛脚鸭。反正川普跟他任何的意见一定都是不一样。看到交接仪式上也看到了，这个交接的时候也有那种看起来很友善的互动啦哦。那亮哥光看到在前凯港的开幕跟今天 APEC 的开幕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双方互相叫逐，而拜登早就没有角色了。前海港的投资以及未来的码头规模啊，可能会超过希腊跟巴基斯坦啊，非常的大啊，因为它的设定是有中长期目标的啊。它前海港盖好之后，那还会盖2洋铁路，就是要穿太平洋到大西洋啊。那这个工程会盖得蛮久的，可是它就是往巴西方向。所以他只要进入巴西，那巴西有很多货就会开始从这边出去嘛，源源不绝啊。所以它是会带动周边几个国家啦啊，可能也会包括乌拉圭，
还有智利啊。智利。那我们台湾巴拉圭的外交就要当心了啊，因为这里可能会牵动到他们也即将签那个南美洲的共同市场，那现在就是巴拉圭唯一不在里面啊。那目前的设定是这个南方的共同市场要跟中国大陆直接签 FTA 了。而且我们就秘鲁这个国家来讲啊，事实上秘鲁总统刚去了中国访问啊。他去参观那个比亚迪啊，他刚好在我前一天，因为我也去了啊。那他去比亚迪，他说希望比亚迪能够到秘鲁投资啊。那习近平这一次去是带了400个企业啊，那对秘鲁是有全方面的，除了那个我们讲的基础建设投资之外，里面就有比亚迪吗？没有，还有另外一个叫技术投资，里面我认为。一定有电动车的项目啊，我们不一定说是比亚迪整车啦，就是说可能有电池啊，供应链的其他的供应链啊。那个秘鲁的总统在中国的时候，他就直接承诺说，你只要到我那边落实电动车相关的投资，就立刻启动中国的电动车到秘鲁，他不瞌睡。哇，那它就会造成一个。南美洲的一个最便宜的进口，那因为秘鲁的人均 GDP 大概就只有接近$8000左右啊，那巴西大概是1万，所以中国的电动车刚好是南美洲可以负担的价格。我跟你讲，因为他们大部分都买美国的车嘛，美国的车在南美洲的起跳价是$25,000，所以你去想想这个冲击有多大啊？他如果真的到秘鲁，然后一个车是卖$10,000以下，那我跟你讲，那影响会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啊！所以当然美国会很有意见啦，因为他当然知道中国大陆的这个中长期的规划，就是还有两洋铁路要往巴西那个方向走嘛。那如果真的打通了，就会严重影响巴拿马的地位。的确，这个港口一开，影响全球了。这个港口，美国之前想尽办法去破坏了一直希望它不能成型所以它事实上也是一波多折从2016一直弄到现在所以美国已经卯足全力要把它阻止，但最后阻止不了，这是客观的事实。所以你看到 IPEC 会议的时候其实那些群众也好，或者是有一些美国的 CIA 也在动员一些人反正就是给你难看。但问题这个问题都不大，最主要是因为大陆现在跟秘鲁的贸易额是美国跟秘鲁贸易额的1倍，所以大陆的贸易额大这么多，美国跟秘鲁的贸易额这么小，那因此绝大部分的秘鲁他们的企业、厂商、政界都很清楚的知道，跟中国大陆的贸易合作远比跟美国的贸易合作还要重要，而且还要对他们的国家、对他们的人民的生活还要有改善。我想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千开港它本身是跟上海是对标的完全是对标。这一次开幕的时候是试营运，而且呢，他们的股份是大陆占60%，秘鲁占40%。可是，在营运这个部分，大陆是100%，也就是由中原海运他们来100%的营运，所以他们在建设的时候就采用是完全自动化的 AI 智能。那这个当然不是墨西哥，也不是加州的长滩港口所能够比的，因为美国的港口的运输，他们还坚持一定要维持人力的，公运在抗对，公运开，所以它会很有效能，它的运输的装卸货的速度会很快，成本会降很多，然后操作的人员会很少，因为大量用智能的方式来，然后进出的流量会很大，所以对于秘鲁来说，他要把它自己变成一个这个南美洲的营运中心，而且它不但会变成物流的营运中心，它也希望变成金融的营运中心。你想，当巴西的大宗物资未来更多的不再走墨西哥的路线，而是走这个秘鲁这条线的时候，它的货物要进入秘鲁，然后要从秘鲁港出去，那它的结算怎么结所以它的这些运费的结算，所以一定会成为一个金融中心。旁边的北边的委内瑞拉、瓜地马拉，甚至刚刚讲的巴拉圭、乌拉圭，甚至
智利等等。这些它周边的国家所有的大宗物资都往这个秘鲁在移动的时候，这个对于秘鲁来说的话，它未来的就业机会就多了嘛，因为货物源源不绝的运进来，然后呢在港口卸货，然后旁边又做一个大型的工业园区，这些工业园区他们现在又要把它变成一个跟中国大陆的这个自贸区 2.0， 也就是说关税要降到几乎是0%的一个，就是几乎没有关税的情形下，那你想大陆跟秘鲁的贸易额一定会增大嘛，也会跟南美洲的贸易额也会增大，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你美国气也没用，因为你应该只恨自己为什么做不到，而大陆做得到嘛。因为美国跟拉美的贸易一直在下降，一直在下降嘛。对啊，克扣邻居嘛。委员，你怎么看最后一次的拜习会？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社交活动而已，只能定义这样子，因为讲的都不算数嘛。聊聊天而已。这就是所以这国际这政治外交的一个机会啊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拜登会跟你说，我很认真的说，我们中美之间有很多问题。Hello and goodbye 就走了。然后呢就 goodbye 嘛，这因为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但是呢，就是一个场合嘛，一个场合啊，这所以不需要太多的讨论了。导致秘鲁这个国家有几个各位知道一下的是蛮好玩，全世界。所有外国人做的中餐最像中餐的地方，真的假的？就在秘鲁。哦，你也去过？秘鲁的利马的中餐厅啊，到处都是，而且很多都是秘鲁人在做的，而且都是我也吓了一跳，而且是当时很多的老广啊移民到秘鲁，这历史很久，落地生根，而且做出来的中国菜啊，是最像中国菜的中国菜，是利马人做的。各位有机会去利马，因为南美洲的邮轮呐，这个绕一圈，利马是一个重要的停靠点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兴达这个小镇只有6万人口，所以这个地方是无中生有，会拔地种葱啊。怎么讲？他在那里，从一个大家不起眼的地方，会有港口，港口之后会开始有基础建设，那这个建设会开始把人吸引过来，然后会有一个经贸园区，那呢会有工业园区。刚才不只是2条铁路，还有1条高速公路。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巴西就不必经过巴拿马运河，不必从大西洋去绕一圈。直接就可以从这里出海，因此很自然的，他们讲说要成为南美洲的新加坡，这不是梦想，它是有机会可以实现。然后还有一个智利，这些国家都有一个特点，包含秘鲁在内。秘鲁的产业第一就是矿产，然后农产，然后渔产。工业什么是放在后面？听成遗产了，渔产。就是海鲜，你不要挑战我的口语，对不对？我的水准就这样子。不敢。对，他的前面就是园长是靠老天吃饭的这个时候他需要的一个创造一个条件出来。那各位可以想一想，为什么美国人紧张？因为这里眼见的是会翻天覆地的改变，而这个改变会让所有南美洲的国家觉得。我应当也可以，这个带动的效果啊，区域的当然会不